欢迎来到闲话的塔罗时间。新的一年来到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哦！感谢大家收看影片，若有喜欢，请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这次的题目是2023年上半年属于我的命运与机会是什么？现在，请大家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，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赏。这里有1、2、3张卡片，共3个选项，请以直觉选择，挑自己最喜欢的选项。如果听了我的解牌内容，觉得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情形，请你重新选择，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哦。提醒您，这是大众占卜，无法完全符合每一个人的所有状况，请大家谅解。那本次使用的卡牌呢，在说明栏会有介绍，有兴趣的人请你自行查询哦。嗨，第一组的朋友，本次占卜会分成上半年的命运和机会来介绍，你可以一起观赏，也可以挑你喜欢的部分来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看2023年上半年的命运是如何呢？也就是代表着你上半年的运势。我呢，一共抽了6张，每一张牌都代表的每一个月的运势。你的1到6月的命运各抽到的是钱币皇后的逆位、钱币7的逆位、恋人牌、钱币6的逆位、权杖9，还有权杖3。那你1月呢？钱币皇后逆位要告诉你的是，这组朋友呢，你1月份整体运势来说，付出很多，但是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回报。有时候甚至会有反效果，不只有自己过度疲劳，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，或者是呢，让别人过度依赖你。如果你身为父母亲，会过度宠溺小孩哦，会让小孩子过度的依赖你。那如果呢，你是身为主管职的人呢，那因为你有很多事情都想要自己解决，没有办法花太多心力去培养下属，让下属无法体会工作上面应该负担的责任，无法成长哦。那如果你是在职场工作的人，常常在做白工，并不是说你工作态度不好，而是说你做事可能不得要领，没有办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工作，让自己常常处于瞎忙的状态。那在爱情方面呢，一旦你爱上对方，容易投入太多感情，那为了要满足对方，使命必达，小心会被对方当成是工具人，或者是缺钱时会找你付钱的人哦。那在课业方面，老师或者是教授教课和你研究的内容，请你不要囫囵吞枣式的学习，要消化那些知识之后要去无存菁，并且活用，这样你辛苦学习的成果才会反映在你的成绩上哦。那在2月呢，我们看到的是你抽到钱币7的逆位。那2月份整体运势很多部分呢是你对自己评价过高，对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全心投入，容易有漫不经心的情形，而且会不由自主的抱怨。如果你是身在职场，如果主管和同事没有交代你工作，你通常就不会想要主动去做，就算呢你去做了，也不太会认真做，而且容易抱怨哦。如果你有投资理财的话，没有花时间去研究，容易想法太过天真，容易被骗，会赔钱的哦。那感情部分，不管你是单身或是有伴侣的人，你容易拿你相处的对象与别人另一半去做比较，总是嫌弃自己的另一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。那你3月份呢，抽到了这张恋人牌。3月整体来说你的运势还不错哦，心情常处于愉悦的状态，尤其是在你爱情的运势上呢，
有伴侣的人啊，常会有热恋的感觉。那如果是单身的人，容易遇到与自己互相喜欢的对象，心心相印。无论是你课业或是工作，都是心情愉悦的去完成，成绩和结果都还不错，而且也会遇到聊得来的人哦。那4月份呢？这张钱币6的逆位啊，在告诉你4月整体运势，你常常会觉得受到不平等待遇，想要掌握和支配全部的局面，却没有办法如你所愿。在课业、工作方面，你努力了很久，却徒劳无功，甚至还有可能功劳被抢走。这个月啊，你也会比较现实，希望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，别人能够知恩图报，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。在你爱情方面啊，两人关系不太平等，某一方掌控欲太强了，会导致这段关系的压力过大哦，容易产生摩擦。那如果没有伴侣的人啊，为了吸引到喜欢的对象，你会假装成不是你本来个性的样子，可是久而久之，你自己都会感到很疲惫呢。那在5月份的时候呢，这张权杖9在告诉你，你5月整体运势啊，对于未知的考验是处于备战状态的。你会未雨绸缪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都是态度坚定的准备着。工作和课业方面，你能设想最坏的情形，并且活用过去的经验去制定解决方案。在爱情方面呢，如果是有情敌的人，你会为了守护自己的恋情做好准备，与情敌对决。那如果你本身没有对象，你看到你喜欢的对象时都会有点紧张。不管你之前呢是否已经有练习过如何和对方交谈，但是一旦你看到他，还是会很紧张的哦。那6月份你抽到权杖3，在6月整体运势，你之前努力的成果快要出来了。这个月你在等待重要的消息，也有机会会遇到和你价值观相似的朋友。无论是课业或者是工作呢，你都有等到结果或消息的机会。至于实际上是什么机会或者是通知结果，那每个朋友都不尽相同。有的人是录取新的学校，获得好的工作机会，有的是签订契约等等。那请大家各自去留意自己的状态。那感情部分呢，你有恋爱的机会，但是不是马上就成功，要看对方的态度和条件。至于有伴侣的人呢，有机会和对方往人生下一个阶段去走，例如是结婚或者是订婚等等。那这组朋友的前2个月，你的付出会比较多，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，常常会徒劳无功哦。但是请不要太过灰心，请你忍耐一下，等到靠近5、6月的时候，你会有好转的迹象，你会慢慢感觉到好的运势要回来了，而且你对未来也会比较有希望和乐观哦。现在就来看你上半年的机会。所谓机会就是指你上半年会遇到什么比较重要的事件。这部分呢，我没有按照月份来抽，所以也有可能是没有按照顺序出现的，大家就自己感受。那你抽到的茶叶占卜卡是握手 handshake hand 手，月亮 moon， 凤梨 pineapple。在握手这一张它上面呢有小小的字，它写的是A meeting with a stranger could be important。 那意思是有个与陌生人的会面呢可能会很重要。在这半年，你会在会议中或者是类似会议那种比较正式的聚会，会遇到重要的人，以前你不认识或者是不太熟悉的人。这个人会影响到你的未来生活某些方面哦。那下一张 hand 这张呢，
in need of help, assistance, and guidance. 你在生活的某些方面需要协助与指引。那在未来啊，这半年你会遇到某些问题或是困难，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，一定要有人帮助你，或者是给你指引。帮助啊，对你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太过逞强，要记得找人帮忙哦。那 Moon 这章呢，还在说的是 Trust in your life， 改变你的生活。未来啊，你会改变去年一直以来的生活，可能是生活习惯，也有可能啊是你课业、工作、感情方面。这个改变啊是会让你有感觉的，不一定是你能控制这样的改变，也不一定是指好的或坏的，就看你自己啊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改变。那最后一章 ，Pineapple。凤梨 reconciliation 和解，你可能啊和某个人有吵架和冷战的情形，那之后呢是会和解的。那有可能啊是你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或者是自己的情况来做和解，就是你面对某一种状态的时候呢，你会无奈的去接受这样的结果。那这也不见得是坏事。当你想开一些事情，不再纠结，一样的生活呢，却能活得更加不同，更加有滋味哦。那这组朋友，看来你2023年上半年有机会会遇到重要的陌生人，并且遇到一些困难是需要贵人帮助你的，还会遇到重大的改变，并且和某人和解，或者是与自己的内心和解。那第一组朋友，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嗨，第二组的朋友，先说明一下，本次占卜分成命运和机会两大部分来介绍。你可以一起观赏，也可以挑你喜欢的部分来看哦。现在先看2023年上半年的命运是如何呢？也就是你上半年的运势是如何？我共抽了6张，每一张呢代表1个月的运势。你1到6个月的命运各抽到的是 Sacrifice 牺牲牌的逆位、魔术师的逆位，还有宝剑2的逆位、权杖7。宝剑6，还有宝剑10。那在你1月呢，你抽到的是 Sacrifice 牺牲牌的逆位。这张牌啊，其实就是传统塔罗牌的倒吊人，只是牌中呢是神明观世音菩萨。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神明，可是啊，当神明在凡间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刻苦修行，甚至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和各种欲望，才能提升自己拥有的神性，用法力去普度众生。就像倒吊人牺牲自己啊，被吊起来，看起来像受苦，但是啊，他却拥有着独到的眼光。但是这组朋友啊，你抽到的是逆位的哦，表示你1月份整体运势会遇到一些必须牺牲自己的情况，不是说你要牺牲性命，只是啊会面对一些比较辛苦的情形或者是困境，一时之间你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现况。如果是课业方面呢，面对课业压力，你会选择逃避，不想要面对功课和书本。工作方面呢，你会拥有很多超出负荷的工作，让你想要逃避。就算你做的那些工作，你也不会心甘情愿，会心怀抱怨。在你感情方面，单身的人都处于单恋的阶段，因为你喜欢的对象条件太好了，让你不敢轻易表白。那有伴侣的人，你对于对方很多事情虽然没有办法接受，但是你也无力改变什么。总是想着是对方的错，对方对自己不够好之类的想法。在你2月份的时候呢，
抽到的是魔术师的逆位，在2月份啊，你有很多事情是想做的，但是准备不足，能力呢还不到位哦，或者是对自己自信心不足，遇到事情有些阻碍，却无法靠自己去解决。如果是学生族，很多学科都还没有准备充分，考试的时候啊，内心会觉得有点心虚，不是很有把握。那如果是在工作的部分，不管是主管或者是职员，都会觉得啊，很多事情想要做却无法一一执行，力不从心。那在你感情方面呢？单身的人啊，对自己不太有自信，不管啊是否有喜欢的对象，总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是很出色，很难会得到自己想要的感情。那如果是有对象的人，对方在口才方面能言善辩，或者是很会说甜言蜜语，要小心这样的人容易骗人哦。他可能和其他人也是和你讲一样的话。在3月份的时候啊，这张宝剑2的逆位，表示这3月份你会过得很压抑，因为有些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你抉择的。或者是人生中有重要的关卡要你去判断是非善恶，但是你却无从选择，也不想要那么早就面对那些问题。像是学生族在考虑要不要补习，要选什么学校，或者是要不要读研究所，或者是应该就业。那毕业后的人在想啊，要不要转换跑道，换工作，或者是自己创业呢？那有感情困扰的人在想着要不要离开这个人，或者是要选择哪一个人共度一生，要不要相亲等问题。虽然你不是很想面对他们，但是这些问题都会渐渐的去逼你面对，逃避终究不是办法的。在4月份的时候，这张权杖7在告诉你，4月份呢会延续3月，也就是上个月的问题。在4月的时候会逼你去面对的，要去处理那些问题。所幸你对于那些问题或困境，其实内心呢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，而且情势对你有利哦。只要你想清楚了，那些3月时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或问题，你冷静沉着的去对抗你遇到的阻碍，那你的未来是会有胜算的。那在5月份的时候呢，这张宝剑6在告诉你你的5月份整体运势，这组朋友之中呢，有很多人会选择或者是下定决心要离开目前的环境、公司、国家，或者是想要离开现在的对象，去一个新的地方、单位或者是公司，或者是认识新的人，崭新的开始对你是很有利的，让你不用那么去纠结以前的烦恼。有部分的人会去别的国家或区域旅行，能拓展你的视野哦。那6月份这张宝剑10在告诉你呢，6月份你这半年的辛苦要到头了。失败为成功之母，过往的错误和困境，只要呢你撑过了这个月就会从人生谷底爬起来了。因为呢10这个数字在塔罗牌中呢，本来就是代表着快要完结的阶段。只要你转念，让自己心存正念，积极向上，不管你是学生族、社会人士、有感情纠葛的人，你都会渐渐得到解脱，光明的未来就要来咯。那这组朋友的上半年虽然是没有办法事事如愿，也有可能你要做些自我牺牲的事情，而且还要面对一些挑战和困境，很难呢做出选择，并且有可能你会离开，或者是有出走的机会。一旦你熬过那段辛苦的日子，在6月底，你就会看到事情会有好转，还有好运的曙光。千万要保持正向乐观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你上半年的机会是什么。
所谓机会啊，就是指你上半年会遇到什么比较重要的事件。这部分我没有照月份排序来抽，那也有可能没有按照顺序出现，大家就自己感受看看。你抽到的是茶叶占卜卡的篮子、木桶、老鼠跟金鱼卡。篮子呢 ，basket， 它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 Recognition, reward from mermaid， 意思是认知、绩效的奖励。那在这上半年啊，你的努力是会获得认可的，也会得到奖励，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哦。那在木桶 borrowed， you feel something is lacking in your life, perhaps love, money, or goals。意思是你会觉得生活中啊，好像缺少了什么，也许是爱啊，也许是钱，也许是目标。那在这半年期间啊，你可能呢会在某个时候觉得自己就像那个木桶一样哦，好像内心某个角落总是空空的。不管生活中缺少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你缺少了爱，或者是缺少了生存的目标，总而言之，你会觉得啊有点失落。那在麦斯老鼠这章呢 ，discord among friends or family， 和朋友或家人之间不和，在这半年啊，会发生一些事情，让你和朋友或家人意见不同，导致你们吵架失和。请你不要让这样的情况影响你们长久建立的感情，要记得去化解哦。那在最后一章 ，Whale 金鱼呢 ，Great worry over nothing， 过度焦虑。这半年哦，你会因为一些困境和问题，导致你莫名焦虑。其实就算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哦，你也会太过紧张，请你要记得要放松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组朋友啊，看来你2023年上半年，你的努力是会被看见的，但是哦，你内心不是非常开心，内心呢觉得空空的，怅然若失的样子，总觉得啊，好像有些东西失去了，而且你也可能哦，会和家人或朋友闹不和，或者是呢，会有过度焦虑啊，导致自己压力过大。请你稍微调整哦，之后就会好转的。那第二组的朋友，今天的解牌呢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嗨。第三组的朋友呢，我先说明一下哦。本次占卜分成命运和机会两大部分来介绍，你可以一起观赏，也可以挑你喜欢的部分来看哦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先看2023年上半年的命运是如何呢？也就是你上半年的运势如何？我共抽了6张牌，那每一张牌啊，代表着每一个月的运势。你1到6个月命运各抽到的是权杖10、力量牌、钱币公主逆位、宝剑9的逆位，还有平衡牌的逆位、圣杯2的正位。那在你1月份的时候啊，这张权杖10的告诉你，1月份你的压力非常大，身心疲惫不堪，但是你要再坚持一下哦。因为10这个数字呢，在塔罗牌中啊，本来就代表着快要完结的阶段。只要你撑住，你就会看到光明的曙光。你的压力呢和责任就快要完结了，因为哦，你快要达到事情的结尾和终点。学生族只要忍耐这个时候啊，你之后会觉得这时候的忍耐都是值得的。社会人士呢，在工作中所忍受的一切，等你到完结的时候，你会感谢自己以前撑过去了，因为你快要雨过天晴咯。那感情的部分呢，你的另一半啊是非常需要你的照顾和扶持的，
你现在觉得非常非常辛苦，可是等你撑过呢，你会了解以前那些痛苦啊都是有意义的。不管你是否选择继续和这个人在一起，那这些过往啊，都是为了让你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或者是遇到更好的人。那2月份呢，这张力量牌啊，先说一下，这副塔罗牌呢，和一般的力量牌的号码是不一样的。一般都是8号牌是力量牌，那这副牌的力量牌是11号牌哦。但是上面呢也是写的力量牌是欧呀，风战神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张牌，你的2月份啊是充满着力量的，不是说你每天都精神饱满，而是说呢，你能把握自己的优势，一一的克服各种挑战，并且在你所在的领域会得到很好的成绩。学生呢，就是考试成绩不错；上班族啊，就是绩效不错。遇到的困难呢，都能顺利解决，或者是轻松达标。在你感情方面啊，你和对方虽然外表和个性不同，但是互补互利，你们相处融洽，感情也是很稳定发展的。那在3月份呢，这张钱币公主逆位，这就是传统塔罗牌的钱币侍者。那你在3月份的时候啊，会有些幼稚的想法，容易拖延，学习或者是做事都不太积极哦。常常啊，没有办法很快进入状况，准备和经验不足，想要逃避现实。在你感情方面呢，单身的人啊，你对暗恋你的人非常的迟钝，行动过慢，小心容易错过好的缘分哦。或者是有伴侣的人啊，你会展现不太成熟的样子。有时候这样子是很可爱的，但是当你太过幼稚的时候，小心哦，会触及对方的底线哦。在你4月份的时候，这张宝剑9的逆位啊，在告诉你4月份会遇到一些挑战，让你很焦虑。但是哦，你要先想一下，你为什么会这么焦虑呢？是那件事本身你自己可否去掌握、去解决，或者是那些焦虑是你自己过度担忧而产生的。如果呢可以自己啊，或者是找人一起解决，就好好的面对。如果事情呢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，只要过一些时间就会好的话，你也不要太过担忧。人生呢，谁没有犯过错，或者是遇到挫折？取决于啊，你是否愿意去面对。当你一味的逃避，只会让你的焦虑啊更加扩大，晚上更难以入眠。课业或工作上呢，这个月会容易犯一些丢脸的失误，甚至被别人因此说些闲话。在感情上啊，你会莫名的去怀疑对方，甚至幻想很多对方啊会出轨的情节。那请你呢查清楚状况，不要啊总是自己吓自己。在5月份啊，这张平衡牌的逆位，这就是传统塔罗牌的节制牌。在你5月份的时候啊，你太过坚持己见了，不愿意啊去与对方沟通，或者是不想听别人的意见，没有办法与他人自在交流，无形中呢也造成了别人的不满，就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。不管是学生或者是社会人士，人际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不愿意和别人沟通，不去重视平衡自己和别人的意见，欠缺协调性，还有自己内心之间想法的平衡，这个月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孤单，而且做事不太顺利。在感情方面呢，不愿意沟通的恋情也不太顺利哦。总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优先，忽略别人的感受，这样久而久之啊，感情是会有裂痕的。在6月份呢，你抽到的圣杯2，表示啊，6月份你会渐渐了解和别人啊相处的和谐性以及沟通的重要，也会改变你5月份那时候自我中心的想法。学生族和同学朋友之间相处会越来越愉快，
团体合作呢也会很和谐。社会人士哦，如果你是工作上要签合约，成功的几率很大。在感情部分哦，没对象的人哦，会遇到和你一拍即合的好对象哦。如果已经有对象的人，你会觉得对方和你是天生一对，内心常能交流，非常的适合自己。那这组朋友的上半年哦，上半年前面呢看似有点辛苦哦，可是啊，等到呢到比较尾声5、6月份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明显的好转了，而且呢能和别人沟通协调，感情方面呢也可能会有遇到不错的对象，或者是有对象的人呢也能和对方处得非常的愉快哦。好，现在来看上半年的机会。所谓机会啊，就是指你上半年呢会遇到什么比较重要的事件。这部分我没有照月份抽，也有可能哦没有按照顺序出现，大家自己感受看看。你抽到的茶叶占卜卡是手杖 Can、胡萝卜 Carrot、眼泪 Teardrops、湖 Jug， 还有 V。那在手杖这张牌呢，它上面写的是Pay attention to your health， 注意你的健康哦。这半年因为你的压力太大了，身心容易出现状况。如果一旦你有不舒服的情况，要记得去医院或者是诊所找医师去看看哦。那胡萝卜这张呢 ，Opportunity One-Fold。机运或者是意外之财哦。那上半年哦，你会有一个机会或者是财运的到来。虽然呢，不知道钱是多是少，总之就是会有幸运的事情或者是钱财到来哦。那这张呢，眼泪这张Great personal sorrow， 巨大的悲伤。这期间哦，你可能会发生很痛苦的事情，或者是很伤心的事，让你哭泣。不要惧怕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哭泣也是一种发泄。有时候哭完哦，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哦。那在湖这张呢 ，light-hearted carefree time， 无忧无虑的时光。那这半年哦，只要你撑过辛苦的时间，你呢就会有段快乐又没有什么烦恼的悠闲时光哦。那最后一张 V Victory in some endeavor， 某些努力哦会得到胜利的。这半年呢，只要你够努力哦，你会赢得属于你的胜利，要对自己有信心哦。这组朋友呢，看来你2023年上半年哦，机会呢是有好也有不好的。那有意外的机会或者是财运呢，那也是呢有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其实只要你够努力哦，也会得到成功的。但是你要注意健康哦，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伤心的事情。你要保持心态的正向积极，是会化险为夷的。好，那第3组朋友，今天解牌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、分享，还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